张艺兴杨紫新剧《心动的瞬间》引爆话题。近日，娱乐圈最热门的新闻就是中国偶像张艺兴与当红女演员杨紫联合制作的新剧《心动的瞬间》。这部电视剧的消息一经发布，立刻引起了观众的热议和期待。首先，张艺兴和杨紫作为年轻一代的顶尖演员，各自在娱乐圈中拥有非常高的知名度和影响力。此次的合作再次将两位明星的关注度推向了最高峰，不少粉丝纷纷表示期待这对黄金搭档在同一集中的精彩表现。其次，该剧的故事情节也备受关注。据悉，《心动瞬间》是一部以校园青春为背景的甜宠剧。该剧讲述了男主追求心中所爱的女孩，而女主则是一个温柔、善良、坚强的女孩的故事。这样浪漫的爱情设定加上两位实力演员的加盟，无疑会给观众带来一场视听盛宴。此外，该剧因改编自同名小说而受到不少网友关注。原著小说以其紧凑的情节、生动的人物形象深受读者喜爱，因此很多粉丝都期待着看到小说中的经典情节和人物在荧幕上重现。最后，这部剧的制作团队也不容小觑。据悉，《心动的瞬间》由实力雄厚的制作团队打造，他们在以往的作品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口碑，因此观众对这部剧的品质和演员的演技有着很高的期待。总之，张艺兴和杨紫的新剧《心动的瞬间》最近成为娱乐圈最热门的话题之一。无论是两位明星的合作、剧情设定，还是制作团队的背景，都让人对剧集的品质和观赏乐趣充满期待。相信这部剧一旦上映，一定会掀起一股观剧热潮，引发娱乐圈的热议。02这一晚，张艺兴身穿貂皮大衣，杨幂脱掉鞋子，杨颖就像芭比娃娃。观众中谁表现最好？ GQ 创意灵感派对红毯启动，众多明星齐聚。作为全球颇具影响力的时尚杂志 GQ 的盛典，自然让人目不暇接。在这个充满高清直播画面的夜晚，明星们的造型和表演经受住了镜头的考验。在指南中，张艺兴成为了橘子心目中最好的选手。他戴着一个单耳吊坠，脖子上戴着一条珍珠项链。戴珍珠这样的年轻人，并没有感到丝毫的不适，反而展现出了他的帅气。在那场，张艺兴还与康泰纳仕集团 CEO 进行了愉快的交谈，可见其在圈内的影响力。张艺兴的表现更是让人印象深刻，身穿纪梵希限量版大貂皮，照着改编版的上海热舞，他连声说我不热，我不热。但坐在那场第一排的黄轩、宋茜、李现、李沁等明星纷纷撩粉丝，感叹太热了。尽管如此，张艺兴的表演控制力和爆发力都很出色，吸引观众纷纷举起手机观看，场面十分热闹。人们对于这样的张艺兴自然是爱不释手。场外，张艺兴的粉丝举着牌子，将整条路照亮成一片紫色的海洋，就连玉兰广场的建筑都被紫色的光芒所笼罩。下班后，张艺兴也向粉丝挥手告别，并告诫大家听从交警叔叔的话，早点回家。Angelababy 的身材也堪称完美，一头金发，一身绣花连衣裙，还有精心设计的眼妆，都为她赢得了加分。这一造型展示了她驾驭各种时尚风格的能力。陈都灵以人鱼公主造型亮相，渐变蓝色发色让她在灯光下显得灵动可爱。她即将上映的电影《权力密码》将于7月1日上映，她的表现也让人充满期待。杨幂的风格比较低调，身穿黑色吊带连衣裙的她摆出了自己最经典的姿势，兔子闭眼，气场十足。台下，她开心地唱歌、玩手机。马思唯表演的时候，也化身为专业的站姐，一直在为对方录制视频。杨幂在台前惊艳亮相，同时展现出善良可爱的姐妹情谊。宋茜的身材管理得很好，此次红毯上，她身穿深 V 露杯连衣裙，黑色和亮片元素尽显迷人气质。在那场，她身穿 LV 镂空串珠连衣裙搭配靴子，让她看起来更加飒爽酷炫。李现一身西装显得帅气又可爱，还戴着尾环，更增添了他的性感魅力。人们期待他在弯曲的月亮中的表现。黄轩这次穿的是深 V 内衣，很少戴耳环，看上去又帅又痞。他手里还拿着面具，耳环和项链的搭配并没有显得不一致和多余，反而为整个造型增添了点睛之笔，
彰显了她的个性和气场。李一桐的造型是单手拿着叉子，与嘴唇碰撞的那一刻成为全场最佳。那场，李一桐展现了出色的社交能力，与周克宇、张嘉倪、刘冲、惠英红合影。周雨彤和宋祖儿一起坐在内场，进场时就和杨幂同框。宋祖儿化身绣球仙子，比花还要娇嫩。周雨彤身穿黑色深色图案挂脖连衣裙，笑容灿烂。在另一个造型中，她穿着一件羽毛抹胸，两种完全不同的风格，展现出周雨彤的多变与自信。毛晓彤以蝴蝶公主的造型吸引了人们的目光，超长的蛇蝎美人辫子给她一种不安分的感觉。最后，陈冲晒出了与众多明星的合影，为红毯的精彩回顾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本次 GQ 创意灵感派对上，众多明星的表演让人惊叹，但谁是大家心目中最好的球员呢？这个问题悬而未决，引发人们思考，留下疑问。在这场充满时尚与创意的活动中，每位明星都展现了自己独特的魅力与才华。他们的精彩表演和粉丝的热情支持，让本次 GQ 创意灵感派对成为一场难忘的盛会。期待未来明星们更多精彩的表演，也希望见证更多时尚奇迹在这个舞台上诞生。03，童星尤浩然与家庭疏远，缺乏才华，不努力，仍吃老本。2022年，尤浩然、宋丹丹、张一山因参加节目《萌探神探》中剧，但看到昔日的母兄时，态度却显得有些冷漠。然而平时的张一山和杨紫每次见到宋丹丹都会亲切地叫一声妈妈，这与尤浩然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让他在《家有儿女》中显得像个局外人。事实上，从《家有儿女》开始，尤浩然相对于其他4位家庭成员，一直都是那个透明的人。直到现在，他还从未引起外界的关注。这些年他经历了什么？你为什么会遇到这种情况？1996年，尤浩然出生在一个富裕的家庭。由于优越的家庭背景和父母的宠爱，他从小就被照顾得又胖又可爱。邻居们每次见到他都十分罕见。尤浩然家附近有一个小演艺圈，因为附近小区住着很多著名导演，而且都是北京电影厂的员工。因此，随着时间的推移，很多导演也通过朋友的介绍听说了这个可爱的小男孩。有一次，尤浩然的父母在外面应酬，有人建议让尤浩然尝试拍广告。家长们听后觉得提前让孩子体验银幕也没什么不好，就带着尤浩然四处试镜。尤浩然4岁时，中央电视台选中他出演公益广告。该广告以其妈妈洗你的脚和我也会告诉你小鸭子的事而闻名。那个拿着洗脚水的小身影，成为了无数人心中的温暖。虽然当时大家只记得有这么一个小男孩，但是他的名字和姓氏对他来说还是有些陌生。但无论如何，这则广告让尤浩然在演艺圈脱颖而出。2年后，他受邀在《大宅门》中饰演小天一。无独有偶，剧中还有一个卖苹果的小女孩，她就是杨紫饰演的。在剧组里，尤浩然年轻又害羞，所以大家都很喜欢他。很多前辈拍完戏后都会调侃他。2005年，《家有儿女》终于上映。这部全新题材的家庭情景喜剧在全国引起了巨大反响。除了宋丹丹和高亚麟2位家长外，3个孩子的表演也让无数观众捧腹大笑。与此同时，尤浩然、张一山、杨紫也红遍大江南北，成为家喻户晓的童星。而他当时只有9岁。当尤浩然的童星生涯刚刚起步的时候，大家都觉得前途无量。然而谁也没想到，这竟然成为了他演艺事业的巅峰。2007年，尤浩然终于完成了《家有儿女4》的拍摄，从此开始了他的下坡路。自从出演《家有儿女》之后，尤浩然其实已经接触到了电视剧，并且收到了很多电视剧的邀请，其中不乏一些已经在圈内小有名气的大明星。然而，无论他是否在《驱走你的忧郁》这部剧中与张国立、吴越等人合作，结果都和往常一样，没有人记得他的脸。如今，尤浩然已经27岁了，但他的演艺事业并没有达到预期的人气。作为一个演员，出现这样的情况和他的演技是分不开的。很多人可能不知道，尤浩然曾经是一位备受瞩目的童星。他报考北京电影学院时，连续2次落榜。
2015年，尤浩然第一次参加北京电影学院考试。由于他依然保持着童星的光环，所以很多人都对他充满了期待。然而，5个月过去了，一直守候在北京电影学院门口的记者却没有看到尤浩然录取的消息。显然，他没有被录取。后来在接受采访时，他提到了这次考试，并将失败归咎于自己准备不足。毕竟他是第一次参加考试，主要是为了熟悉一下考试流程。不过，这个理由显然是站不住脚的，因为所有艺术考生都是第一次参加考试。如果大家都用第一次考试来熟悉流程，很多人就会被淘汰。他说，当时他其实报考的是中国传媒大学，但那所学校对文化课要求很高，凭成绩根本无法通过考试，所以就放弃了。从他的话中可以看出，他确实是认真准备考试的。可惜的是，他的水平不够，被真正懂流程的人抢了一个名额。虽然第一次考试失败了，但他很快就恢复了信心，准备参加第2次考试。同时，他还报名参加了专业培训课程，希望能够进一步提升自己的演技。经过更认真的准备，他还是没能通过考试。对于这次失败，他并没有隐瞒，直接表达了自己能力的不足，但真正的原因是他根本不努力，所谓的准备都是自欺欺人。直到2019年，他终于考入了北京电影学院，与在《家有儿女》中表现出色的张一山、杨紫一起，在2010年的首考中成为了北京电影学院的同学。这样一比较，尤浩然实在是相形见绌。除了能力之外，尤浩然的外貌也让他损失了不少分。年轻的时候，他是一个胖乎乎的可爱小孩子，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身材那叫一个胖，就连皮肤也黑了不少。另外，他的面部表情看上去十分呆滞，没有任何气场，这一点在他扮演夏雨的时候就可以看出来。作为一名演员，如果真想在演艺圈发展，肯定会不断地展现自己的本性，展现自己微妙的表情，但尤浩然直到今天仍然保持着那张脸。2014年，在《神风剑》中饰演阿古杜一角，结果该剧一播出就引起了批评。除了面部表情呆滞之外，他还被形容为又胖又丑，网上说自己变丑了。剧中，尤浩然曾因吊丝坠落导致腰椎受伤，不得不暂时在家休养。然而，在这段时间的休养期间，他却从来没有注意过自己的身材，结果他变得越来越胖。对于体重问题，他也承认，我的自控能力不是很强。作为一名职业演员，维护自己的形象应该是本能。如果不能严格控制自己身材、面部表情的变化，不仅会给观众留下不好的印象，也注定会错过很多优秀的剧本。2020年，尤浩然再次参演《我们如此可爱》，本来是一部青春剧，但尤浩然的加入一下子把演员的颜值和年龄拉高了。合影中，他看上去就像是一个刻意装老的30多岁的男人。在北京电影学院读书时，尤浩然虽然立志要好好学习，但实际上他从来没有停止过拍戏。即使没有取得成功，他也想通过自己的人气来赚钱。观察张一山和杨紫的情况，他们已经在上学阶段安定下来了，并不靠人气来赚钱。直到他们的演技足够扎实，才正式进入演艺圈，并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这2种截然不同的选择，造就了他们现在不同的处境。人们常说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尤浩然虽然有很好的机会，但他却浪费了提升自己的时间，毁掉了自己的未来。其实尤浩然还很年轻，如果他愿意提高自制力，努力提升演技，未来的演艺圈可能就没有他的一席之地了。对于尤浩然的处境，你怎么看？